说实话，纹的怎么样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说好听点就是比较普通，纹上了他自己拿到的 trophy 奖杯。这种纹身就是足球运动员或者说运动员才能纹的。因为我就是拿到了这个奖杯，我是世界杯的冠军，所以我可以纹一个在身上。如果你普通人纹一个这个世界杯的奖杯在身上，别人会觉得你在干嘛？很多人都有说，他腿上的这个纹身是足球运动员里面最佳的纹身，就是一个他模仿了那种汽车行驶的那些警告牌子。做了一个足球运动员版的，就是禁止你来缠我的这么一个标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Inside， 我是 Leon。And I'm Anne。今天我要和安一起来点评一下足球运动员的纹身，这是一个很多观众都一直提到想让我们点评的主题，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拍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看球看了快20年的足球迷，然后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足球运动员的纹身其实挺难点评的，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和宗教相关的纹身，然后很多都是一些非常零碎的纪念他们生活中发生事情的纹身，所以我们很难去就是怎么说 judge 这些纹身好还是坏。但是既然这么多观众要求，那我们就来拍一期吧。但是我们可能还是更多会从纹身的美感、样式、设计这些角度去点评。那具体他们是什么意思的话，可能只有那些运动员自己知道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OK， 那第一个呢 ？Of course， 必须 gotta be Messi。对，必须是他，我的偶像梅西。然后就正如我刚刚提到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的一整个 sleeve， 就是花臂的纹身，然后正如我前面提到是有一个上帝，对上帝的头像，然后下面有一些鲜花，然后有一个时钟，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宗教性的这么一个花臂，然后说实话纹的怎么样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说好听点就是比较普通。Yeah, it is just like your average tattoo sleeve。对，就是你考虑到梅西他作为足球历史上非常传奇的这么一个人物，你可能会预想他有一个非常完美、非常好看，然后可能很昂贵的这么一个花臂，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的纹身。就是我相信他的财力来说，他肯定是可以找到最顶级的纹身师帮他纹最好的纹身。但是很多时候，特别是这些比较有虔诚宗教信仰的运动员，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纹身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纹什么在身上。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More like the meaning。对，这是。然后同样的，你可以看到他的脚，就是他现在已经把他的整个脚相当于有一点 black out 掉了。他之前是纹了他儿子的手掌印，然后他儿子的名字，然后这个手掌印，说实话也，就从纹身的角度来说，其实也纹的，挺一般的。Yeah, like I get the sentimental value in getting like your son's newborn hands like tattooed on your leg, but like if you don't know the meaning behind the tattoo, it low-key looks kind of creepy. 对，就是两只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什么恐怖电影里的那种手，但是正如我前面提到嘛，对于他们来说，纹的好不好看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就是纹什么，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才是更重要的。And like you said, as a professional soccer player, like you're making big bucks, but I feel like being in like the professional sports kind of social circle, I don't think they might be like as aware of like who exactly are the most famous tattoo artists in the world, so they might just like 对，就是换个角度来说，就是他可能有非常高超的足球技巧，但是你不能期待他同样有非常高的审美。就是你可以观察到很多足球运动员平时的穿搭其实都是比较土的，就是他们穿衣服可能也穿得不好看，就是我觉得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就是各方面都是完美的。然后那个刚刚那张图是他脚上的纹身之前的样子，他现在已经把他这只脚就相当于black out 了，然后他还是保留了他儿子的手在上面，但是其他地方很多都涂黑了，然后
他纹上了一个足球，然后这应该是阿根廷，就是阿根廷足球队的一个 badge， 一个徽章。Oh, okay. 我觉得这一个看着还挺，就是相对来说还稍微有点技术， Yeah. 就是它是用不同颜色的黑， It's got like 不同色调 better, 的黑，对。 it looks more complete rather than just having like an empty leg and then just two hands, because that looks a bit 对 creepy. 对，然后它旁边这里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它其实是纹上了 Barcelona， 就是他之前他在那里踢了17、18年球，可能20年球的这么一个俱乐部。他把那个 Barcelona 的那个徽，就是队徽也纹在了腿上，就是一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元素，就这样组合在了腿上。 And it does make sense to get it tattooed on his leg, because like, you know, football player, you use your legs the most. So. 对。OK， 那下一个呢？ Who's this? 你不知道他吗 贝克汉姆，他是很多人心目中最帅的踢足球的运动员。他现在可能稍微显得就是现在的样子可能稍微有点老了，因为他已经快50岁了。但是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挺帅的。然后我相信很多人提到有纹身的足球运动员，应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因为他纹身的时间也是挺早，就很久之前就开始纹身了。然后他身上的纹身同样的就是非常的杂，很多不同的元素。这一只手就是他的右手，看起来也是比较偏宗教 Yeah, it's 元 got 素的。 angels in heaven. 对，像天堂啊、天使啊这些的。然后他胸口似乎也是，我看不太清，似乎也是一些宗教性的东西。 They're all angels, and then there's the Holy Cross in the middle as well. 对，然后这一只手呢就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了，但是具体代表什么 I feel like it's just more angels. 对，这只手的大臂就是上面也是一些什么天使，然后下面有一些类似于 old school 的元素在，然后 Yeah. 但总之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就是拼接在一起。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最出名的其中一个纹身就是一个中文的纹身，就是他纹在腰上的这一个纹身，他是找的香港的一个纹身师，非常出名的纹身师帮他纹的，写的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然后他脖子上也有一些纹身，有玫瑰，然后有字 I love you， 然后这个什么 pretty lady， 然后一些鸟，包括他头上有一个应该是一个银河系的这么一个纹身。说实话，从纹身本身的就是完成度，包括可能纹身本身的设计来说，都没有特别让我觉得好看，或者说从纹身的角度来说特别好的纹身，都是一些很普通的。 But I feel like his like tattoos as a whole looks better than Messi's. Okay, no hate, don't come at me. 对对， I don't know football. I don't know. 就只是从纹身的角度来评断，对，并且我猜应该是他的手毛太长了，所以其实看的有点模糊。 All right. 我不知道是他的手毛还是他的就是他的那个。 I was gonna say like, oh, like it's like they did like the brush stroke Shading. element. It looks so cool, and now that 对，但我觉得那应该是他的手毛，就让他的手上的纹身看的都稍微有点模糊。OK， 那下一个呢是一个相对来说对不看球的人来说可能没那么知名的球员，他叫做奥塔门迪，他是一个也是来自阿根廷的后卫。但是看球的人都肯定，我觉得都知道他是2022年阿根廷夺冠的主力后卫之一。然后 don't worry if you have no idea who he's talking about, because I am a part of those people. 对，就是他们在足球里面是谁其实不重要，我们今天看的只是纹身。然后他的话，他有一个相对来说完成度很高的一个满背，我觉得他这个满背就是我期待的能够看到的比较好看的那种纹身。然后这一个应该是一个黑帮电影，我不太记得了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下面是越狱里面的那几个主角，就是各种各样的写实的人物，然后拼接在一起，成为了一个，而且都是一些好像就是犯罪相关的电影里面的人物，然后组合在一起的一个满背。这一个满背目前来说是我看到的，我觉得是 One of the more artistic ones.
对对，最好看的一个之一。然后他身上也有很多的纹身。Oh, he's got 2 full sleeves as well. 对，他有2个纹满的手臂，然后他身上他纹上了他自己拿到的 trophy 奖杯。Oh, okay. 这种纹身就是足球运动员或者说运动员才能纹的，因为我就是拿到了这个奖杯，我是世界杯的冠军，所以我可以纹一个在身上。如果你普通人纹一个 Yeah, 纹一个这 don't 个 mean anything. 世界杯的奖杯在身上，别人会觉得你在干嘛。然后，正如我提到嘛，他2022年的时候和梅西一起拿到了 World Cup，然后他也非常敬仰梅西，所以他甚至还在身上纹上了一个， Oh, he even got a tattoo of Messi. 对，就是梅西当时颁奖典礼的时候抚摸那个金杯的这么一个场景，他纹在了自己的腰 Did 上， that become a meme at some point? 是吗？ I don't 我 know. 反而不知道。但是这一个纹身，它这张图里面就可能是因为他身上的肌肉吧，就是让这个纹身显得很不平整，所以看着好像有点奇怪，整个比例。我不知道它就是实际肉眼看上去是怎么样的，但是 I'm sure it'll look fine. If you're looking at like front face, 对对 it's probably just the camera. 对。然后同样的，我觉得这一个纹身，不管纹的好不好看嘛，至少他已经告诉了梅西，我很 respect you， 我很 respect 你是我心目中的完美队长之类的，就是把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就非家人的肖像纹在自己身上，其实是很少 It's 见 a 的， really 对 big deal. Yeah. 对，是一个很大的 respect 了，我觉得。OK， 那下一个呢是一个，这一次是一个连我都不知道的足球运动员，他是来自冰岛 Iceland 的一个足球运动员。然后我之所以会把它放在这，是因为它背上有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挺有特色的纹身，就是 Oh, it's an Iceland flag. 对冰岛的国旗，然后这一整体是就是冰岛的盾徽，然后就是上面有他的 supporters， 就是这个可以理解为守护冰岛的这些人物吧，有一只公牛，然后有一个类似于贤者一样的人，然后有一个龙，有一个可能凤凰，然后他们就一起守护了这个国旗，整体组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冰岛的盾徽，就是 coat of arms。It's very. 然后它的这个国旗就纹的还挺3D 的，然后色彩也纹的挺好的，所以就在看过了很多就是非常宗教性的、很重复的纹身之后，我觉得这个还挺让我眼前一亮的，然后我就 I feel 放 like 进来 this 了。 is the most eye-catching so far because it's also the only one that's got color so far. 对对对，的确就是很多足球运动员他们的纹身通常都是黑灰的为主，因为然后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第一个彩色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它除了背上还有别的纹身嘛，如果我们跳过背去看它其他的纹身的话，发现好像又开始重复了，就是又开始是那些宗教的，你看他的手上又是一个 Oh, Jesus， another Jesus. We got another 对 Jesus. Okay, what else? Roses? 我只能说他们都是很虔诚的信徒，好像对于他们来说，纹身必须就先得把 Jesus 先纹在身上这样子。I mean, to some people, God is their number one, so 对 it does make sense, yeah. 可能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如果站在他们的角度的话，可能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 For those who don't know, like Leon and I are both non-religious, so yeah. 是的， What 然 about 后 like the tattoos on his chest? 他胸口的话，看着像是北欧神话里的一个场景，就是一艘船 Vikings and-，对，就是维京啊那些的， I feel like this looks pretty cool. 对，挺酷的。然 At 后 least it's different from like your tigers and lions, you know? 的确是起码有一些不同的元素了。Could that be Thor? You know, with the huge hammer? 看我第一时间也是想这么想的，但是我对北欧神话不是那么熟悉，我不清楚是不是只有索尔才拿个锤子，可能 I'm sure it's Thor. OK， 那可能他就是索尔，就是拿个锤子。
然后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是谁了。但反正也是跟他文化背景相关的东西嘛。OK， 那下一个呢，又是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足球运动员，叫做内马尔，他是一个巴西的球星，算是这几年巴西最大牌的一个球星了。然后有没有发现很多有纹身的运动员都是 South America 南美的？ Yeah.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们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有关，就是而且他们的个性可能相对来说都比较开放，然后比较就是自由一点， 对，就是 sporty, outgoing. 就是他们可能就觉得在他们的社会里可能对纹身没有那么多偏见嘛，我也不知道。但我发现很多南美的运动员都有纹身，然后他同样的身上有非常多就是纪念他生活中一些事情的纹身，非常的杂，然后也非常的多。No, but his tattoos are also quite artistic. 对，他腿上有一个应该是他小时候回忆或者就是小时候梦想着变成球星的这么一个场景的这么一个相对写实的纹身，然后另一边的腿上有一个戴着皇冠的足球，然后还有一些 emoji， 然后是他腿上，然后还有巴西的国旗，以及就是那个欧洲冠军联赛的一个 trophy 在另一只腿上，就都是非常杂、非常小的一些元素，就是他生活中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之类的。It'd be really interesting to hear like himself explain what his tattoos mean, because it's kind of hard for us to like just imply a meaning to them, because 对我们，对啊，正如我前面说，我们能做的只有就是去评判可能这个纹身纹的怎么样，就是他左腿上的这个纹身，我觉得就 because for this one, I want to say that it could be like maybe the hometown he grew up in, and then like that was where his dream started, and then the other leg could be like, you know, symbolizing how he actually achieved the goal of becoming a football superstar. But yeah, we can't really. 然后你刚刚说就是可能最好让他自己来解释一下，我觉得让他自己来解释可能5-6个小时都解释不完，因为太多了，很多都是你可以看到他手上，他这个手臂上又有就是纪念当年在巴西的那个 Olympics 的一个小纹身，然后他手指上也有，手背上也有，很多地方，然后他身上就是腹部有他儿子的一个脚印，然后很多地方都写了字，就是非常多小的元素，就是拼凑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纹身，就是它的背，它的背是4个，应该是动画里面的比较经典的人物。Oh, okay. Let me try and guess. We got Spider-Man. 对。We got. I don't know the second one, but I know Dragon Ball. And then we have that It's not Mobile Suit Gundam, but like it's one of the like Power Range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Power Rangers， 我不知道中文 The 是 suit looks like that, you know the. 看着有点，我们中文有一个不能说是动画片嘛，就是有点类似 It's 于 live action. 对类似于那种的，我们叫做蒙面超人，就是这样子的形象。对，看来他好像受到日本的动画的影响还挺大的。但是说实话，这一个满背虽然相对来说比较有创意，但是我觉得纹的真的就挺一般的。你可以看到那个蜘蛛侠都已经快要怎么说呢，消失了，就是退那个颜色都快退光了，已经很淡了。I feel like they use mainly like white ink for that, so. I mean, like good idea, poor execution. 对，就是以他的实力，他完全可以找一个顶级的写实纹身师，像照片一样把这些人物复刻下来。他实际上纹出来的效果，说实话挺一般的。特别是你看这一张的话，因为他本身皮肤颜色就比较深嘛。He definitely didn't use any sun protection. His skin looks so tan. 对。然后你如果看这一张的话，就基本上糊的。有几个形象已经糊的看不出来是谁了。就是我只能说这个 idea 挺好的，但是执行上来说，纹身的执行上来说就挺一般的。目前来说，好像我们还没有看到，可能第3个奥塔门迪目前来说还是就是那个纹了一个 Messi 的那个，可能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他的纹身可能
质量上来说是最好的。我们看的这几个人里面。Yeah. OK， 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看的球员了，是来自他已经退役了，是来自意大利的德罗西。他是罗马队曾经的队长，然后也是跟着意大利在2006年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足球运动员。然后我之所以把他摆进来，是因为很多人都有说他腿上的这个纹身是足球运动员里面最佳的纹身，就是一个他模仿了那种汽车行驶的那些警告牌子，做了一个足球运动员版的，就是禁止你来缠我的这么一个标识，就还挺有创意的。然后同时他的纹身很多都是彩色的，并且都是对，并且都不是像我们之前看的那么怎么说呢？对。他还纹了一个天线宝宝在他的大臂上，中间有一颗爱心，可能跟他的家庭有什么关系？我猜。然后依然还是有一些宗教的元素，就是他的左手的这一个花臂，好像是有一个天使，然后写了一些字，可能是圣经里的文字之类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他还在他的右手上纹上了很多小图案，除了那个天线宝宝，还纹了一个那种 You know those teen doodles? You 对 draw like stick figures. 有点像那种涂鸦的感觉的纹身，然后还纹了一个，它下面的手臂应该是纹了个挺写实的，看着应该像是威尼斯的这么一个风景的这么一个纹身。Yeah, the composition of his tattoos are also like pretty good. 对，就是他的纹身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创意，同时比较高质量的，然后又很多元。你可以看到他，哪怕是他宗教元素的这一个 sleeve， 他也是把它变成，就是他也是把它做成了彩色的。Yeah, but he kept the elements as black and white, which also adds to the artistic value. 对，就是他可能想要保持这些人物的严肃性，就是这些人物他依然是用黑灰来纹的，但是可能那些背景啊，然后打雾啊什么的都是用彩色来完成的。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可能他相对来说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运动员里面最有艺术感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他除了会花钱去纹这些纹身，他可能本身自己对纹身也是有一些想法的。然后同样的，因为可能也是一个刻板印象吧，这么巧他刚好就是一个意大利人 ，Italian。就是我们可能对意大利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很热爱艺术啊，很多著名的绘画呀、艺术家呀。然后我们目前看到的好像最好的纹身刚好就是来自个意大利人。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也成为一种刻板印象，但综合来说，我们刚刚看的这些球员里面，我可能最喜欢的是他身上的纹身，就是非常的多元，然后也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有一些也挺有创意的。OK， 那以上就是我们找到的7位有纹身的足球运动员，并进行的点评。然后我相信来看这一条影片的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冲着这些运动员来的，不是冲着纹身来的。所以我尽量找的都是一些很出名的、比较有知名度的球星。然后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可能就是踢球的时候，因为他们都要穿着相同的球衣，就是 jersey，所以可能纹身